这台联想方胖子充电宝优势在于联想生态的适配、自带线的体验、手机快充的兼容和容量效率都做得比较实在。它更适合移动办公、差旅出行和日常多设备补能，而不是把它拿来长期替代桌面大功率电源。各位大家好啊！大功率移动电源厂商一个比一个会宣传，纸面上看着都很猛，但咱们要看它到了真实的使用场景，能不能把该做的事情做扎实。这期我们测试这台联想 ThinkPlus 凌讯伸缩线大功率移动电源，核心就看3件事：第一，协议兼容性到底够不够广；第二，实际充电表现是不是稳定；第三，高功率输出和多设备同用时，它能不能真正的站得住脚。一台大功率电源参数高不高不是本事，能在真实场景里稳稳的把设备喂饱，那才叫本事。我们就按老规矩啊，直接开测。先来看包装盒 ，ThinkPlus 标识，充电宝的实拍图片，联想的 logo， 凌讯伸缩线大功率移动电源，190瓦，20K， 也就是2万毫安时啊。充电宝本体自带一个挂绳，移动电源使用手册1本，侧面还送了一个收纳袋。充电宝主体2种灰色的外壳错色搭配，这边是规格信息 USB-A 口，下面是可上飞机的标识。功能按键有3个，下面还有一个 Type-C 口。充电宝的正面 ThinkPlus 标识，整个面板做了电镀工艺啊，非常的亮。充电宝的宽度为82毫米，厚度为53毫米，高度为81毫米。充电宝连包装盒一起616克，单充电宝重量533克，1斤多一点点。按中间按键点亮屏幕。进入屏幕的主页面有电量显示、温度显示和 C1、C2、A 口的功率显示。按一下右功能键进入中英文选择界面，再按一下亮度选择和熄屏时间选择界面，再按一下就是电池健康度及充电次数界面、温度曲线界面、A 口的功率曲线界面、C2 和 C1 口的功率曲线界面，再按一下就回到主页面。3个按键就是中间确认、右切换和左切换。这台联想 ThinkPlus 凌讯移动电源开箱后第一眼就不是那种常见的长条充电宝，而是一个偏方正、偏厚实的造型。它的机身不大，但直接塞进了2万毫安时的容量和190瓦的大功率，摆明了不是只给手机补电的小玩具啊，而是把笔记本、手机、小型数码设备一起搞定。再加上75厘米的伸缩线设计，正面的大屏幕安全视窗，各种信息都能够直接看到。外观也做得比一般的产品讲究。我看这个方墩墩的外形啊，我们就叫它联想方胖子充电宝吧。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规格以及充电口的快充协议的情况。ThinkPlus 凌讯伸缩线大功率移动电源，产品型号 PBLN20190B， 输入 C1、C2 口100瓦，输出功率 C1、C2 口最大140瓦， A 口输出功率最高30瓦。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我们后面再测试。电芯容量5000毫安时，电芯数量4颗，锂电池能量值73瓦时，额定容量11600毫安，5伏3安的情况放出来的，我们后面5次循环来验证啊。制造商鹏源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制造。下面只是认证信息，3C 认证，循环5年，请勿靠近火源，请勿扔下垃圾桶，非热带地区使用。我们现在来检测这个充电宝3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啊。首先，这是 Type-C 1口的协议，高通 QC 3.0 的快充协议 ，PD 3.0 140瓦，内部有固定档位5个，最高20伏7安140瓦 ，PBS 档位有2个5安的，这个设置很不错的啊。DCP Apple 2.4 2个基础协议，可以看到这个自带线口很精简。这个是 Type-C 2口的协议的情况，刚刚 Type-C 1口没有检测到 PD 3.1， 应该是仪表的问题啊，我们后面5次循环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有高通 QC 3.0 快充协议，然后 PD 3.1 140瓦，点击去固定档位有6个，最高是28伏5安140瓦 ，PBS 也是2个5安的，然后有一个 AVS 15至28伏140瓦，2个基础协议跟自带线口也是一样的。这个是 A 口检测出来的协议啊，这个充电口除了没有 PD， 跟前面2个 C 口是一样的，它也是做了很精简的。老规矩啊，规格协议看完，我们就来实际验证它的手机快充兼容性。首先从华为手机开始，自带线口启动的是 QC 2.0 啊 ，C2 口应该也是启动的 QC 的快充协议，因为这个充电宝它是把 SCP 直接彻底的屏蔽了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荣耀的100瓦 PBS 能不能顺利启动。启动100瓦 PBS，
这个是很顺利的啊。现在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60多，这个手机的电量不是低电量，它的功率的话，我们现在看不出来。C2 口同样启动100瓦 PPS， 只要这两个 C 口它没有 SCP， 荣耀的100瓦 PPS 是可以稳定的启动的。对于米家的设备，如果没有小米的私有协议的话，它的 PPS 如果做得好，可以启动公版的33瓦 PPS。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宝能不能开启啊？可以启动 PPS 快充。咱们这个手机电量有70几个，所以说它的功率暂时还起不来啊。通过仪表可以发现啊，这个 PPS 是开启的。自带线口同样是可以开启 PPS 快充。如果这个手机是低电量的话，起始功率25瓦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这部手机是蓝厂的，也是可以支持100瓦 PPS 的手机。100瓦功率已经启动了，最高功率可以飙到80多瓦。我们再来看自带线口，同样是启动了100瓦 PPS， 真实功率的话也是80多瓦，跟 C2 口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绿厂的 PPS 能不能正常启动啊？这个就是走的 PPS 啊，起始功率大概是24瓦左右。C2 口同样开启超级闪充，这个也是走的 PPS 啊，功率跟自带线口是差不多的。三星手机咱们手头上只有一款老设备啊，我们只看能不能启动快充 2.0 就可以了。自带线口可以启动超快充电 2.0， Type-C 2口同样是超快充电 2.0， 两个充电口的 PPS 都是5安的，三星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5次循环充放电来验证它的能量转换效率。5次充电全部用联想自家的140瓦的充电器，采集数据还是智翔的仪表。目前这个电量还有 32% 啊，我们把这个电量放完了就开始。这个联想 ThinkPlus 方胖子充电宝啊，5次充放电循环的成绩全部都出来了，它的自充功率是100瓦的。整个充电过程壳体温度我用热像仪监测了一下，最高温度的时候，右侧的温度是51摄氏度，左侧温度54摄氏度，顶部的温度为44摄氏度，这是100瓦自充时候它的温度情况。第一次放电是20伏7安140瓦的功率放的电，放了11分钟，放出 37% 的电量，关断了。这个时候我温度看了一下，右侧的温度43度，左侧温度48摄氏度，顶部的温度37摄氏度。100瓦功率的情况，一共放了17分钟时间，放出电量 47%， 关断。温度跟140瓦放电关断的时候温度是一样的。5次充放电的情况我都把它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大家可以截图看一下。根据我充放电的实际数据啊，5次平均换算下来，它的实测转换效率为 79%。 充电宝额定能量值是73瓦时，按照这个数值用我们5次放电的数据来进行换算，得出它的额定转换效率为 86.2%。最后一次是5伏3安15瓦的功率，一共放出容量为12163毫安，官方额定11600毫安时，多了563毫安时，这个也不存在虚标啊，反而还给你多了几百毫安的容量在里面。这个充电宝的电量我再一次把它充满了啊，我们这次来看一下它的充电曲线图。插上充电器，100瓦的功率坚持了25分钟，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下降到45瓦，持续30分钟时间，然后再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充电宝从0到100完整的充电时间大概是1小时25分钟，跟我们前面5次充放电循环1个半小时的充电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这一次就是给它来硬负载了啊。这个充电宝它的总功率是190瓦，我们按照125加65瓦的负载来给它进行满功率烤机。现在是这个充电宝190瓦总功率输出的情况啊。现在已经关闭了一个充电口，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自带线口我设定的是 5.8 安的功率，实际输出功率是116瓦的样子，持续了大概5分钟时间就关闭了。Type-C 口我设定的是65瓦的功率，真实功率是 62.7 瓦的功率一直在输出。自带线口关闭的时候，这个 C 口它也断了一下，但是立马又回来了，它一直保持65瓦输出。关断输出的时候，我测试了一下这个温度啊，从这个 A 口看过去，内部的温度是43摄氏度的样子，顶部的温度为37摄氏度，充电宝本身它显示的温度为42摄氏度。这个测试完后，充电宝还有 68% 的电量。刚才的5次充放电循环是测试的20伏7安140瓦，我们现在是28伏5安140瓦，我们看它能坚持多长时间啊？这个 C 口的28伏5安输出，我已经把充电曲线图踩出来了，大家看一下，真实功率是138瓦，持续了4分多钟，直接就关闭了这个输出功率。因为28伏的话，可能是电池的压力就更高一点，所以说它输出的时间就要短一点。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看它应付手机的100瓦 PPS 充电的时候
它的真实的实力是怎么样的。当然，这个充电宝我是再一次把它全部充满了的。这两部手机电池总容量是12300毫安时。首先，我们从这部荣耀手机开始，它的电量是4%。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这部荣耀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这个 PBS 100瓦的充电曲线走得非常标准，峰值功率是90瓦，然后后面的高功率阶段分别为67瓦、61瓦、52瓦，这3个功率阶段一共持续5分钟时间，然后调整功率变成43瓦，充了大概4分钟时间，后面就是34到37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充到90%，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从4%充到100%，只花了36分钟，充电时间也是标准的。充完这部手机，充电宝还剩66个电，我们接着充第二部啊。这部手机是刚刚充开机，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部蓝闪手机已经充到100个电了，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这个曲线图走的也是很规矩的啊。前面最高的峰值功率80到85瓦，持续了2-3分钟；75瓦充了1分多钟；60瓦左右的功率持续了2分多钟。后面25分钟就是40到49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31分钟的时候，电压从18伏调整到9伏，后面就是慢慢的逐渐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了。7000毫安的手机从0到100只花了41分钟，充电速度符合100瓦 PBS 的效果啊。两部手机充满以后，充电宝还剩18%的电量，这个容量也是足足的啊。这个充电宝的电量我再一次把它补满了。我们现在用苹果手机和一部绿厂的手机来看一下它在中功率充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效果。目前这部绿厂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啊。这部绿厂手机已经100个电了啊。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前面3分钟充开机以后，23到26瓦的功率，一共持续了19分钟时间。后面40分钟是22到24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充到90%，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这个手机把电充满。这个手机是7000毫安的电池，充电曲线走成这个样也算是非常不错的啊。0到100完整的充电时间是1小时25分钟，20多瓦的功率也算是可以的。这部苹果手机也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充电采集数据，已经充到84个电了啊。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手机充开机以后，峰值功率来到35瓦左右，然后就是第一阶段的功率27-8瓦，充了9分钟；第二阶段17-8瓦的功率充了24分钟；第三阶段15瓦的功率充了7分钟时间；9瓦的功率最后一阶段充了4分钟，然后就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了。这个手机从0到80充电耗时58分钟。这两部手机充满以后，充电宝本身还剩24%的电量。两部手机总容量是11700毫安左右，这个充电宝应付这两台手机也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关于这个充电宝的多口功率分配，我们用2台大功率充电宝来模拟2个笔记本同时使用的情况，然后再加上一部蓝牙耳机。我们先启动自带线口的大功率啊，也就是100瓦25安。这个时候我们再接上 Type-C 口，没有断连，功率调整了一下，还是回到100瓦啊。Type-C 口就走65瓦的功率。我们再在 A 口上接上一部蓝牙耳机， Type-C 口断连，立马变成了基础功率，自带线口纹丝不动，证明这个 Type-C 口和自带线口应该是同一路降压电路啊。我们现在就是依次拔掉这些充电口，看它们功率会不会恢复过来。先拔掉 A 口， Type-C 口重新调整功率，变成 PD 65瓦，自带线口始终是纹丝不动的。我们拔掉自带线口，功率是变成100瓦的啊，没有断连。这一次我们先启动 Type-C 口的28伏5安140瓦，我们再接上自带线口，接上的瞬间断连了一下，切成20伏65瓦，自带线口优先走100瓦，这个协议切换造成的断连是难免的。我们这一次用2部手机加一个耳机来看一下多口使用会不会断连。我们先启动自带线口的 PBS 快充，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Type-C 口，断连了一下，2个充电口都顺利的开启 PBS 快充。我们再接上 USB-A 口，跟刚才一样啊 ，Type-C 口自动的变成5伏的基础功率，自带线口纹丝不动。我们拔掉 A 口，拔掉 A 口以后 ，Type-C 口同样的是要重新的启动啊，回到 PBS 快充。我们再拔掉 Type-C 口，自带线口这边的功率也重新调整了一下。我们这一次先启动 Type-C 口的 PBS 快充，再接上自带线口。Type-C 口断连了一下，调整后2个充电口都开启了 PBS 快充，这就是这个方胖子充电宝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这个联想 ThinkPlus 方胖子充电宝
它的效率、烤机和手机的实际充电我们都测试完了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文波测试，也是各位老铁们最想看的一个数据啊。首先是自带线口，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27.96， 也就是28毫伏，平均文波在 20.4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4.7 毫伏，平均文波25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6.6 毫伏，平均文波26.8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1.9 毫伏，平均文波 31.2 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66.4 毫伏，平均文波 44.6 毫伏左右。20伏7安140瓦功率，文波最高 67.3 毫伏，平均文波 52.5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Type-C 口文波，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41.8 毫伏，平均文波24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3.4 毫伏，平均文波 25.2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3.5 毫伏，平均文波26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50.1 毫伏，平均文波 35.7 毫伏左右。6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73.5 毫伏，平均文波 57.8 毫伏左右。10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90.2 毫伏，平均文波 72.4 毫伏。28伏5安14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53.1 毫伏，平均文波131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A 口的文波，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48.1 毫伏，平均文波是29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3.9 毫伏，平均文波 32.4 毫伏左右。12伏 2.5 安3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3.9 毫伏，平均文波 30.3 毫伏左右。这一轮完整测试跑下来，这台联想 ThinkPlus 凌讯伸缩线大功率移动电源是一台定位清楚、主打移动办公和日常高功率快充体验的方胖子充电宝。优点是兼容性确实不错，包含联想电脑私有协议20伏7安140瓦，说明它对自家的生态不是停留在纸面。手机端的 PBS、荣耀和 vivo 的100瓦快充都能吃到不错的功率，实测36分钟和41分钟可以充满他们家的2部手机，这个成绩已经很有说服力。中功率这边 OPPO、小米33到55瓦 PBS 档位也都能兼容。苹果16 Plus 0到80充了58分钟，整体覆盖面还是比较完整的。输出容量实测15瓦放电放出12163毫安时，高于官方额定的11600毫安时，说明这台机器至少在常规使用场景下容量不是虚的。自从1个半小时左右充满，充电时壳体顶部的温度44摄氏度，140瓦和100瓦放电时这个顶部的温度37摄氏度。它的热表现不算激进，还有就是按官方标定 99.75 瓦时来换算转换效率，5次平均效率在 86.2 左右，这个成绩对于一台大功率移动电源来说也算是合格的。但是边界咱们也得说清楚，它这个190瓦高功率更像短时性能释放，不是长期的满功率硬扛，说明这台机器高功率能冲一把，但并不适合发烧友把它当成长时间双高负载桌面电源来看。毕竟它的伸缩线设计、电镀视窗、整机表面处理和特色的胖子外观还是非常有个性的。联想生态用户和多设备出行的用户会更容易感受到它的价值，所以这个测试片我对它的评价是：这台联想方胖子充电宝优势在于联想生态的适配、自带线的体验、手机快充的兼容和容量效率都做得比较实在，它更适合移动办公、差旅出行和日常多设备补能，而不是把它拿来长期替代桌面大功率电源。测试为人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载，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